Hello， 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这位上单绝活哥的一个鳄鱼上单的一个兑现技巧和出装符文搭配啊。因为他不是鳄鱼绝活哥，所以他有一些是吧，玩的更多的是怎么说呢？我感觉他的玩法会比较团队一些，像什么皇子上单也会出现。这个的话，我怀疑这个铁男的话，有可能是打中单铁男的，哪有上来就这么消耗的？因为中单才会选择这么着急去消耗的，而且在这边王者段位的话，你多多少少是吧？上单虽然说赛季末了，但总归还是有一些玩上单是吧？要注意一些细节啊，更多的博弈。你可以看到他前期的博弈就很难受，而且还被抢2节过来，又打了一套消耗。吃了果子的，E上去咬一口，但这里面没有点 W。刚刚点的 W 的话，应该是第一时间以为点到了。要被反杀了吗？这边3节攻守异形啊！这波以为对方会那个 Q 起手，没想到是 E 起手。如果说这里面对方E起手，其实可以闪现直接交的，就可以跑掉了。但他以为这里面绝活哥就认为就是正常以为会这铁男不会这么一起手，直接会一个 Q 闪，这样的话是跑不掉，不好跑嘛。所以这时候就看他起手，这就是博弈嘛。但就是有个点，就是有点像那种菜鸡克高手的那种感觉。那后续的话，知道他是比较菜的那种，那就好去针对对方。就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玩的是很怪的。那反正就是第一轮的交锋以后，判断出对方铁男其实是玩的很一般的，那后续的话就知道怎么去针对对方。然后左边的出装呢，这种肉出装其实有点偏娱乐向啊，比如说像刚刚那波有个点如果 Q 闪，如果你把他的 Q 闪躲了，他还有一个后手可以 E 技能拉回来，知道吧？但这种是偏高手向的一种玩法。这里上来咬一口，一个 Q， 对面护盾多，往后拉，让他过来吃小兵的伤害，E技能再上去，再 Q 一手，这波消耗，他的护盾结束以后，就其实还是很舒服的。其实打铁男的话，出输出伤更好打。那这局的话，他就是为了团队考虑嘛，所以才选择出这种肉装。把他骗过来，一个大招，再咬一口，一个 Q， 但好像队友过来有点慢了，扛了那个塔的那个伤害，推了一种波线，然后打野还能吃塔皮，还是很舒服的。因为他这里面是为了打5排嘛，就是跟粉丝们一起打。像刚刚为什么会强行想把那个兵线推进去呢？就是因为想拿刀过来嘛，想越塔。
其实那个男刀绕圈了，第一时间没办法。肉鳄鱼打铁男其实真没那么好打的，但为看团队嘛，就是他我看他玩的都是，就是我后面发现他录制的那些玩的上单都是偏团队向的，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录出来给大家看一看会挺不错的。哇，两边都在拉，互相拉，还在拉扯。这里 E 上来接 W， 再一个 Q 收掉，啊，大招收尾的那一下，对方过来了，技能都在 CD， 不要给他打输出，这种情况下一定不要跟他打输出，他 E 技能会拉回去的，回去出个星之杠。其实鳄鱼的这套出装的话也可以混，当混子也可以。但多多少少的基本操作不会说在线上炸，这总得是要的前期。如果说，其实这里面可以发现一个点，对面铁男的那个护盾啊，他一直都不主动摁第二下 W 回血的。他如果回血在上一波，其实铁男有可能反杀的。一个 Q 刮不死的话，最后是会把那个直接把那个鳄鱼反杀了。这里又被拉进去了，你看没有？他只要推的话，肯定会拉。这里咬住对方，就铁男的话，那个什么男刀的话，吃塔伤了，有时候确实不好越啊，因为那个谁啊的那个伤害就是这样子。这里可以扛，没关系，拉出来。这亚索的话。不知道在操作啥呢，我的 Q 又空了。这亚索不再像个人。这个的话应该是个路人，就是顶着那个菜刀队选个亚索，其实这个亚索的话是最后选的嘛，所以这边的话全是 AD 伤害。这个亚索的话，其实只需要 AQA 是吧，就可以了，就追着 A 就行了。他一来一去，然后把自己拉开身位，又打不到人，就很尴尬的一件事。这里来中路找波机会，对面男刀翻墙过来，应该是不会死，规避掉铁男的大招伤害。铁男没有大招的，这边直接绕后进场。咬住了，但队友呢还没来，太慢了。这里咬到个脆皮，但脆皮直接走开了。对面前排太硬，没有后续。其实铁男没大招就完全可以很好的去开这波团的。那队友的话，全躲在2塔后面，就是1塔后面了。其实像正常日炎的话，裸那个日炎会也挺好的，但这局的话，因为觉得双 C 很菜，所以这边的话想着还是做个星之刚。如果说对方全部都换布甲鞋的话，这边炸一半，我跟你说，因为这边的话上单、中单还有打野。反正四个输出位置全是要靠普攻去增加伤害的。如果对面5个布甲鞋，这边是真得炸。如果是第一件日炎的话，前中期打架会厉害很多啊，这个墙的话有点厚啊，没穿过来。这波直接打到底吗？打不太过。开大招，再咬一口，E技能躲 Q 吗？哦，还有那个这什么石像鬼的板甲
啊，队友可以收掉了。如果拿刀不来的话，就得多交一个闪，就可以收掉这人头了。因为有个红怒 W 的话，咬人还是挺疼的。就有时候你可以看一下这种不是很高端局的啊，是吧？你看着他带队友该怎么带，是有一些好处，只能说是有点好处。但如果说你要老看那种高端局，其实对普通玩家来说学习意义并不大。我这里更多的是想让普通玩家去学习，但就很搞笑的一个点就是，普通玩家不喜欢学习，然后小高手们是吧？又想要那种更多的学习高手，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说，可能就是恶性循环吧。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很多事情都是因为恶性循环，那就没办法喽。就在这里解说的时候是吧，多说一下，多教一下，能听进去的，能多听一个就是多听一个的好处，就在这里面。这里的话，开大刀直接进场去咬，后续扛的话，对面射手 C 位一直在给输出，可以的，一个人扛住了3个人的输 C 位啊。虽然说你可以看到这个团战并没有拿什么人头啊，但你可以看到一个人顶的是对面永恩，没办法做切入，还有双人路的啊，是吧？这局的话还是没有日炎，有日炎的话其实可以直接烧死对面的 C 位。像这局最后一件都可以做破盾也可以，因为对面护盾值还是蛮厚的。但已经有男刀去做也可以了。这边的话主要还是扛伤，为团队做贡献。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最后一件，如果做辉耀美德的话，确实还是蛮顶的。这边的话，在下路给压力啊，只要拖住铁男，其实在正面团战对于打野来说就很舒服了。队友这边其实可以利用这个大龙去逼对面团，因为就是如果那个铁男去就是在龙团那边开的话，第一时间把打野框进去是吧？打残了，或者说要抢龙的时候直接把他框进去，就其实很难受的。所以这边的话是多多少少得逼他过来，不让队友去正面去有铁男在那边。亚索又被逮到了，神奇。对面打大龙了，这边的话推高地其实也可以。就是大龙拿到以后能推高地是吧？就是那种丢大龙能推对方高地，其实也是赚。我认为比拿大龙赚，因为拿大龙的话，除非有很大的优势，就可以那种推对方2路高地，这就是第一条大龙的，基本上就是第一条大龙能做到最大的收益了。但你像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正面团的话并不是很好打，所以有可能推他的高地都推不掉。这边的话，中路塔和2塔的话，有可能会被推掉的。
边赶来中路，对方回家的话就对方不回的话就是吧，绕后，是吧？这里一技能接闪现咬，大招一开，日炎可以烫，射手狂收，超爽的这种，就是那种有高手是吧？有那种射手，就是有那种前排高手。这局的话就应该结束了，可以一波了。好，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后面还有一局，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